众所周知，纪国家有对双生子，分别是传说剑士纪国元一以及黑死谋纪国延胜，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远房的弟弟纪国胄。为了活下去，我依靠自己研制的药物，和我大哥纪国延胜一样变成了鬼，但不同的是，我和鬼舞十五惨一样是鬼王，然而我却能在阳光下行走。时间在大哥延胜离家之后又过了2年，我再次见到了延胜大哥，这一次他的脸上有着和元一哥哥如出一辙的艳丽的火焰斑纹，但脸上却有6只诡异的眼睛，看着让人发寒。看样子你察觉到了，果然你从小就很敏锐。大哥，我不再是纪国延胜了，我现在是黑死谋，是远远比人类要强大的鬼哦。但是大哥，您难道不是斩鬼剑士吗？不再是了，我这次回来是来斩断我身为人类时的羁绊，这个弱小的家族只会拖累我，让我无法前行。我看着延胜大哥抽出了刀，雪白的刀刃透着寒光对准了我，我很悲伤，但我没有抵抗，而是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来临。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反抗？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必要的时候我要为了大哥奉献出一切，这就是三男的存在意义。您现在不是以纪国延胜的身份回来的吗？只希望您在杀了我之后，能放过剩下的无辜的族人们。良久，我没有等来刀剑，反而是听见了远去的脚步声。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哥哥，祈祷那些人不会在走夜路的时候看见我们，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着他毫无留恋的踏出大门时，我知道纪国延胜彻底死了。现在只有一只名为黑死谋的鬼存活于世。突然，身穿黑色和服的俊美男人从黑夜中走了过来，果然他还是没办法斩断身为人类的羁绊。既然这样，就让我来帮他吧。只是一瞬，纪国家就被那个男人毁于一旦。那个俊美的男人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勉力支撑起身子靠在廊柱上，心中只庆幸前2日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探亲，至少纪国家的血脉还有留存。住手吧，是大哥吗？他只是个寿命短暂又脆弱的人类，只要置之不理，很快就会死去，就当作是我仅剩的怜悯吧。不是大哥，只是一个还没完全斩断情感的鬼而已。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毕竟是一位体恤下属的好上司。不过只此一次，黑死谋脚步声再度远去，而我也失去了意识。醒来后，我踏上了寻找元一哥哥的旅途。期间我也见到了许多的恶鬼，许多的斩鬼人。大部分斩鬼人总是束缚着恶鬼，等待朝阳升起，让恶鬼被太阳灭杀，而少数的斩鬼人可以通过斩下恶鬼的头颅，让恶鬼就此死去。我甚至看到了许多恶鬼一边咀嚼着人类肢体，一边说着蔑视人类的话语，甚至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进食，而只是单纯的取乐，仿佛他们是什么高等生物，而人类只是蛆虫一般。但你们曾经不也是人类吗？亲眼看过大哥作为鬼重新出现在面前的我，无疑是对这一点最有发言权的人。为什么你们在成为鬼之后，可以毫无芥蒂的食用以前的同类？为什么你们可以那样理所应当的贬低自己曾经的种族？你们究竟把生命当做了什么？我憎恨着鬼，却也第一次对鬼这种生物产生了好奇。我开始学习着猎鬼，并研究他们的行为与弱点。我发现阳光对鬼的伤害最大，其次是美丽的紫藤花。大量的紫藤花提取物可以破坏鬼的再生能力，让他们的身体素质下降到和人类一般无二。而如果浓度足够高，那这些鬼就会被直接斩灭。在大量的研究鬼之后，我解析出了那些鬼血液中的些微共同点，并以此研制出了一种理论上可以把人变成鬼的药丸。我始终把它带在身边，并不断的调整优化它的成分。如果有一天我面临危险，至少我多了一种选择。半年后，我被一群鬼挡住了去路，我没有过多的害怕，只是觉得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去验证药丸的效果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吃了那颗变鬼的药丸，面前的恶鬼脸上还带着嘲讽的笑，我却感觉身体逐渐冰冷起来。好痛，会死吗？会死的吧。好可惜，还没来得及见到哥哥，至少带着这些鬼一起下地狱吧。对，要杀了他们，要全都杀光才行。伴随着腹中出现了强烈的饥饿感，想要破坏的欲望愈发强烈起来。而那群鬼满是嬉笑的表情，先是变得愤怒，但很快就转换成了恐惧，而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畏惧。这就是鬼吗？我感受着身体中从未有过的力量，有些明了为什么大哥会选择成为鬼，因为鬼的体质比人强大，而他迫切地想要超过元一，证明自己。亲人之间这种事真的那么重要吗？变鬼了，变鬼了！纪国胄在绝境之下服下了变鬼的药丸，变成了与吴惨同级别的鬼王。此时胄看着这些在自己鬼王面前瑟瑟发抖的小鬼，自己却陷入了如何消灭他们的头脑。毕竟自己成为了鬼，应该和他们一样害怕阳光，自己也没有像吴惨一样可以直接控制这些鬼的生命，毕竟他们不是自己造出来的。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去死就好了。胄的脑海里猛地冒出一个想法，但很快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荒谬。哪有人会在对敌的时候甘愿去死呢？在自己有这个想法的瞬间，几只鬼身下的黑影就陡然扑了上去，化作远比恶鬼更加恐怖的影，将恶鬼尽数撕碎，而破碎的恶鬼血肉化作飞灰融入了黑影中，而那几个黑影最后则是聚在一起，化作一颗比米粒大上一点的黑色宝石。胄睁大眼睛，感觉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是我做的吗？但就在他拿起来想要仔细研究的时候，却感觉身体一阵虚弱，腹中的饥饿感也伴随着强烈的破坏欲望更加强烈的升腾起来。他现在快被饥饿感折磨得疯掉，但鬼只能通过摄入血液补充能量。他快速向着森林深处跑去，他不想杀人，就只能捕猎动物，身体好轻，力量也变大很多。除了怕阳光，还要忍耐饿肚子以外，鬼应该就是历史上那些皇帝追求的完美生物了吧？话说那些鬼本来就这么弱吗？我可是出生的鬼啊！理论上鬼不是吃人越多就越强吗？只是他不知道，凭借药物自行转变成鬼的他，并不是普通的鬼，而是鬼王。哪怕只是出生的鬼王，面对那种低劣的，甚至连10个人都没有吃到的鬼，也是有绝对的压制作用。野猪，快出来吧，快点，我保证不会让你太痛苦的。真是糟糕，满脑子想的都是杀杀杀。纪国元一在得到斩鬼剑士带来的消息时，整个人都愣住了。纪国一族被灭了，我对您的事情真的深表同情。发色金黄背着大砍刀的男人大声说着，但请不要沉浸在悲伤里，沉浸过去的人是无法进步的。所以
所以请尽快走出阴霾吧。您还有弟弟，这世界上也还有那么多的恶鬼，找到弟弟，把他带在身边教导吧。您这么有天分，想必您的弟弟也会是个出色的剑士，到时候就一起加入鬼杀队吧。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斩鬼。谢谢您先生，但鬼杀队的事情还是让我再考虑下吧。元一握紧了刀鞘，他顾及兄长的情绪，没有加入鬼杀队，也因为要去斩鬼没有固定的居所，以至于他在纪国一族灭族近2年之后才得到这个消息。您有我弟弟的消息是吗？听同行的剑士们说过，有一位好心的先生在落霞山附近的小镇帮助着斩鬼的剑士们，很可能是您的弟弟，也不知道弟弟还记不记得自己，毕竟自己当初离开的时候弟弟才只有4岁，后面碰巧回去的时候弟弟也已经长大了。要是弟弟也把自己当作不祥疏远自己该怎么办呢？纪国元义很是苦恼，但还是决定去往落霞山去找弟弟。若是弟弟不愿见到自己，那自己再度离开便是。不过兄长应该能比我更先知道此事吧？此时的元一还不知道兄长已经转换成鬼。当元一按照打听出来的消息，在深夜找到那处住所时，却发现那屋子空无一人，还充斥着鬼的气息。元一的神色冷了下来，仔细探查着屋子里的踪迹，但最让他庆幸的是没看到血迹，这说明他的弟弟还活着。太好了，至少还有机会。元一加快了前行的速度。不够吗？如果还是人类的话，先不提会不会生喝猪血，但是这个量我就喝不完。结果成为鬼之后居然全都喝完了，还很饿，这个饭量和消化能力可不妙啊！我最后不会把自己饿死吧？就算要饿死，也至少坚持到见到哥哥才行。毕竟大哥变成鬼这件事，我要告诉给能信之人。哎，现在我也变成鬼了，话说不会一见面就被砍吧？会有能说话的机会吗？咒！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咒的脚步停住了，下意识转身看去，高大的剑士面上带着艳丽的火红色斑纹，此时那红色的眸子里溢满了不可置信与愤慨，但那脸庞却又分外熟人，是他的第2位兄长纪国元一。你是今晚变成鬼的？声音中带着浓厚的怒意与悔恨。你吃过人了吗？实不相瞒，这个野猪是我的第1个猎物。咒笑着说道。老实说，他并不介意死在自己哥哥手里，虽然知道作为斩鬼剑士的哥哥现在应该斩杀我，但还是请先听我说说话吧。哥哥，咒把严胜离家之后到他成为鬼回来，再到自己成为鬼出来捕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述给元一听。如果我能早一点注意到你想要传递的消息，再早来一点就好了。元一一手握着刀鞘，另一手则轻轻抚摸着刀柄，那样你就不会成为鬼了，请不要自责。咒微微笑了起来。我变成鬼并不是哥哥的错，而且如果我能终结在哥哥手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只是元一抬起头，那俊美的容颜上此时满是悲伤。咒嘴角的笑容扩大了起来，抬头看向元一，只是我超级怕疼，可以的话能拜托哥哥温柔的终结我吗？但下一秒，水滴坠落的声音又吸引了咒的注意力。那位强大俊美如同天神在世的剑士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咒本来想要劝慰几句，却看到元一哪怕满面泪水，依旧缓缓抽出了腰间的长刀，看样子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咒闭上眼等待着自己的终结。现在想想还真是讽刺啊，2次致命的危险都是来自于我的哥哥，但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会死了。只希望哥哥最后能终结这个乱世，只可惜我应该看不到，我果然是个无能的人。泪水自元一眼眶中流出，手中的刀最后也没能落下。对不起咒，对不起。元一第一次在面对鬼的时候抛下了手中的刀，他上前一步抱住了咒。如果我能再早一点到你身边。咒稍稍怔愣一下道，没事的，不要自责了，我从来没有怪过哥哥，更何况这根本不是哥哥的错。但元一没有回复，只是无声而悲伤的哭泣着。但这行为对于咒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好饿，好想吃，为什么哥哥闻起来这么香呢？咒不断吞咽着口水，几次张开嘴又闭上。不行，不能那样做，如果那么做的话，我也只是个无法控制自己的怪物，至少要让自己以人类的身份死去。如果我还能算是人类的话。元一能感受到咒的动作，但他没有动。如果咒想这么做的话，那就让他咬吧。在他咬过之后，我也能说服自己，我印象中那个乖巧的弟弟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只会欺骗人心的恶鬼，我也就可以放心的斩杀他。咒感受着鼻端传来愈发香甜的血肉气息，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猛地低下了头。元一眼中漫上了失望之色。就在他准备挣脱并斩杀恶鬼的时候，耳边却突然传来非常重的吸气声。他不可遏制的偏头去看自己弟弟。咒感受到元一古怪的眼神，声音听上去却有些委屈。我只是闻闻，不会真的咬。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好饿，偏偏哥哥闻起来又有点好吃。元一怔愣之后没忍住笑起来。太好了，他没被欲望吞噬，为什么要笑啊？咒不清楚元一的想法，抬起手擦擦嘴角快要流出来的口水，忍不住抱怨。我真的很努力在克制饥饿好吗？结果哥哥你居然还这样笑我，太过分了吧。是抱歉，是我的错。元一揉了揉咒的头发，在他抱怨着我不是小孩子了的声音中捡起了自己的刀，重新插回刀鞘。咒看到元一的动作，忍不住回想起之前见过被太阳晒死的鬼，打了个寒战。哥哥被太阳晒死会很痛的，咋不能干脆一点呢？我不会杀你的咒，我会带着你一起去斩鬼。当我成功斩杀恶鬼后，我再来终结你身为鬼的命运，然后我会切腹自尽，陪你走下去，绝对不会让你感到孤单的。咒看上去有些呆滞，可是哥哥是斩鬼剑士啊，没办法，谁让你是我弟弟呢？元一伸出手摸着咒的头，神色多了些无奈。至少这一次，我不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行动。看着逆着天光站在晨曦中的元一，咒在短暂的怔愣之后，好啊，那就拜托哥哥，走吧，我先送你去附近的山洞躲一躲阳光，之后由我来帮你猎杀野兽。2个小时后，山洞内怎么样？吃饱了吗？元一看着满地的动物干尸，微微皱眉。不够的话，我再去抓一只回来。不用了，已经没有那么饿，等晚上我再自己去吧。至少我现在已经没有饿的想要发狂了，但总觉得比起吃人恶鬼，更像是变成了什么只能吸血还一直吃不饱的怪物。不过也算是好事吧。确实，你似乎和我之前遇见的所有鬼都不同，虽然也有鬼喜欢血液，但他们做不到把血吸得一滴不剩。或许你只是缺水，不太清楚，回去后可以试试。咒有些惆怅地看着外面升起的太阳。我虽然误打误撞研究出了成为鬼的要紧，还变成了鬼，但实际上我除了知道鬼的一些弱点以外，算不上非常了解鬼。不过这次回去之后，
就可以好好研究了，毕竟我可以用自己做实验了。一人一鬼在山洞待到了晚上才往回走去，回到自己房间里，纣整理着平时做实验的器材，突然开口：“哥哥能来一下吗？”怎么了？元一听到声音缓步走过来，我刚刚碰到之前毒死过鬼的紫藤花毒了。纣神情严肃，但是没有用，或者说作用相当微弱。元一这次将纣从头到脚扫视了一次，沉默片刻后瞄了一眼自己挂在腰间的刀，特殊的鬼吗？不，等等，纣一眼就看出元一的想法，不自主的退后了一步。被哥哥砍掉脖子绝对会死的，我还没有特殊到被砍到要害还不会死的那种地步。纣咽了下口水，有点颤抖的伸出左手，声音变得结结巴巴：“要是哥哥想要试验只砍手的话，我应该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放在你吃饱肚子以后吧。”元一叹了口气，转身离去，觉得自己躲过一劫的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怪不得以前路过的剑士们都对哥哥赞不绝口，只是被看着都好有压迫感呀。话说变成鬼的我居然真的活下来了，没记错的话，之前也是因为大哥黑死谋开口制止那个男人我才能活下来的吧？那个男人自称是黑死谋的老板，也就是说是他把哥哥变成鬼的。而下楼去休息的元一内心就没有那么平静了。他记得在第一次看见纣的时候，纣的要害还是脖子，但现在纣作为体内器官本该与常人无二的鬼，他的体内却多出了一个心脏，而且正散发着惊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现在的纣已经不是单单斩下头颅就会死的鬼，还要斩碎他的心脏才能杀死他。而这才过了一个晚上，我留下他真的正确吗？在我除掉恶鬼的源头之后，我能顺利的斩杀纣吗？元一不可遏制的产生了动摇。再看看吧，至少他现在并不吃人就能活下去，至少他还有着身为人类的记忆，至少他还是我的弟弟。抓鬼喽，抓鬼喽！二哥元一带我抓鬼了。夜晚来临，元一按照约定带着纣一起去狩猎恶鬼。纣一直都知道自己哥哥是个强大的剑士，但直到亲眼看见元一斩鬼，他才更真切的意识到元一的强大。伤口没有复原，纣看着见到自己后就停止咒骂，并开始瑟瑟发抖的恶鬼。娘嘞！被人类剑士抓到就算了，怎么他娘的还有个鬼王在旁边，吓死个鬼咧！哥哥是用了什么特殊方法吗？用特殊的刀术斩断后可以延迟恢复时间。元一抽出手中的武士刀，紧紧握住刀柄，刀身顿时变得犹如火焰般艳丽。就像这样，的确在我感知中，这把刀比之前要危险不少。你要抓鬼做什么？元一把刀重新插回刀鞘，我想实验一下我的血鬼术。我在刚刚变成鬼的时候，似乎是在无意识中使用了血鬼术，不过时间太短，没来得及确认。我想要重新确认一下。元一退开几步，你开始吧，我会看着你。纣努力回想着自己昨天无意发动血鬼术的感觉，对着毫无反抗能力的鬼伸出手，五指张开对准面前的鬼。血鬼术万色石，恶鬼背后的黑影猛地扩大，瞬间将恶鬼吞噬殆尽，而恶鬼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看着原地只留下一小块黑色宝石。这是宝石吧？把鬼变成宝石。元一也有些好奇这种血鬼术。纣把这个小米粒和昨天的米粒放在一起，两者瞬间相融，变成了一个大一点的米粒。不过用了之后感觉好饿，好像一瞬间能量就被掏空了。附近已经没什么大型野兽了。元一微微皱眉，而且最近也因为野兽大量死亡，也开始打探这里的消息了。那我试试看寻找代替品吧，不然总觉得我在被斩杀前就会被饿死。纣叹了口气，可惜鬼已经尝不到人类食物的味道，可恶，好想吃草莓大福。别念了，我一会给你买，虽然你可能只能闻闻味道，最后还是要进我的肚子。哥哥你也太残忍了吧，我尝不到味道已经很惨了，你居然还只让我看着闻味道。纣愤怒地捶了一下身边的大树，我明明记得哥哥你原先对我很温柔的。元一只是带着笑意摇头，没什么事就回去吧，毕竟快要白天了。过分，太过分了，就算你是我哥哥也不能在我饿着肚子的时候用我最喜欢的草莓大福来开我玩笑。是我的错，买到草莓大福之后你一个也不许碰。是都是你的。兄弟俩一边交谈一往回走着，但这种轻松的气氛只持续到看见家门前带着刀剑的4人为止。元一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发色金黄，发尾却又有如同火焰般艳丽红色的男人看着纣高声开口，实际上我们收到了一些消息，您在与鬼同住，我本来是不相信的，能请您给出一个解释吗？元一微微皱起了眉，事情变得麻烦了。纣则是好奇地打量着说话的男人，声音好大，性格也很爽朗的样子，感觉如果我还是人类的话会和他很谈得来啊。炼狱先生，不要和这种背弃信念的人交谈。一位满身刀疤的剑士抽出了手中的刀，对准了元一喝咒，被鬼蛊惑的人就应该和鬼一样受到制裁。哥哥是你的同僚吗？纣小声开口，我要不要先离开？元一缓慢地抽出了刀，不需要，你不能在夜晚离开我的视线。好吧，那我就在这里等着。被称为炼狱先生的人一愣，只有声音依旧洪亮，他就是元一先生的弟弟。是的，他是在我找到他的那一晚变成鬼，他还没有吃人，如果他吃人的话，我会负责斩杀他的。即使是这样也难以让人相信。容貌柔和的剑士神情悲悯，但还是坚定地抽出长刀。我有听说过纣先生对路过剑士的帮助，但即便是您这样温柔的变成鬼以后，也很难再让人相信。龙月先生还是收起那无聊的同情心吧。最后一位短发剑士也抽出长刀，想不到有一天居然要和教导我们呼吸法的老师战斗，这可真是让人难过。我并不想战斗。元一也举起了刀，但很抱歉，这一次我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5位强大的剑士就这样对峙起来，但奇异的是，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当先动手。纣的目光在双方中游移，最后看着越来越亮的东方，悄悄挪动起了脚步。结果下一瞬，5位剑士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我压力真的好大哦。此时变成鬼王的我和二哥元一与对面4个斩鬼剑士对峙。太阳快升起，你先进去吧，我很快就来。元一收回目光，看向对面的4位剑士，各位我无意争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起誓。纣
纣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人，我以后也会牢牢看住他，绝不会让他吃人。等我斩杀鬼王后，我就会带着他一起下地狱。龙月看着纣在得到允许后一路小跑冲进了屋子，刀尖下垂了血，但您无法证明他不会暴起伤人。在见识过这么多恶鬼之后，我很难相信鬼居然还会保持着理智。如果能避免战斗的话，我可以说服纣配合你们进行正义，但之后我希望你们可以认同他的存在。元仪并不想和鬼杀队的剑士战斗，这些剑士都是难得的，能和恶鬼战斗人，如果因为自己受伤，那恶鬼猖狂的几乎就会变得更多。我们继续斗争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人类反而会迎来更大的损失。龙月先生，别听这人的话，他完全是被鬼蛊惑了。龙月看向满身刀疤的剑士，叶斗先生，你认为元一先生是什么样的人？满身刀疤的剑士剩下的话语就仿佛是被人塞回了嗓子里，没了声音。龙月先生，您真的打算信任一只鬼吗？黄头发的剑士满眼不可置信。言行先生，我并不是信任鬼，我只是想要相信元一先生，而且很明显，那位成为鬼的先生并没有失去理智，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龙月将手中的刀插回刀鞘。炼狱先生怎么想？我也想要相信元一先生。炼狱低下头垂下了手中的刀，但很快就抬起头。果然啊，要和教导自己的老师进行战斗，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啊！身为斩鬼剑士，居然连坚定信念都做不到，还真是让人羞愧啊！真是，魏言行先生，你不会也想放过鬼吧？言行收起刀，在下只是在想，现在是白天，那恶鬼又进了屋子，他已经无处可逃。既然如此，花些时间去证实一些想法也无所谓。若是他真的是无法控制的恶鬼，到时候再斩杀刀下也不迟。你们三个真是好吧？叶斗也收起刀，反正真要打起来，咱们四个加起来也可能打不过元一先生。万分感谢。元一抱拳行礼，他是真的很感激这些人能选择理解他，毕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坚定的元一先生。龙月叹了一声，我很高兴元一先生能找到内心的方向，但因为您在庇护恶鬼，我又感觉不应该高兴。哥哥，你们谈完了？是啊，他们说想对你进行一个测试，如果你通过的话，或许以后我能带着你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世人面前。元一对着四人微微点头，纣，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要。元一愣住，愕然地看着拦着自己不让自己前进的弟弟，没想到自己会收到这样的回答。纣，我说我不要。纣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元一，有些执拗地看向对面四人，说到底我为什么要配合他们？元一看着又从怂兮兮变得硬气的纣颇为无奈，想让我配合，那就拿出诚意来。纣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幼稚，但现在饿着肚子，而且心情烦闷的他心里只有疯狂的破坏欲望。如果不找办法把这种暴虐的情绪发泄出去，自己说不定会干出一些蠢事，哪有请人帮忙却空手而来的道理？元一也察觉到了纣的不安与警惕，不由得叹了口气。那纣想要怎么样呢？草莓大福。纣抱着胳膊，今天之内拿草莓大福来，我就考虑配合。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之后可以给你做草莓大福。龙月对尽可能用平静的态度看着面前变成鬼的人，虽然时机不太合适，但我在成为斩鬼剑士之前，我是一个甜品屋老板，我之后可以去买材料给你做。纣则是用猩红眼瞳看着龙月，好半天才别过头。我不是在谈条件，这是基本的要求，你要先拿草莓大福过来。喂，你这恶鬼别太过，噗，好痛！炼狱先生，你做什么？叶斗捂着肚子恶狠狠地看向炼狱，哈哈哈。其实仔细一想，确实有些不合适啊。炼狱收回手，哈哈大笑着，真是让人羞愧。匆忙上门都没有准备礼物。龙月先生，制作大福会很耗费时间吗？这倒不会，有材料的话1个时辰就差不多。那我们就先来制作大福吧。炼狱抱着胳膊，毕竟恶鬼先生是在忍受饥饿听我们讨论啊。那在下出去购置食材好了。言行道了一声出去买食材了。恶鬼先生，我们来谈谈吧。纣的目光移过去，我不想和你谈猫头鹰先生。猫头鹰。叶斗偏头看了一眼大受打击的炼狱，没忍住笑出来。别说还挺像，好吧。炼狱很快就振作起来。那恶鬼先生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这只猫头鹰谈一谈呢？因为我叫纣，而不是恶鬼先生。恶鬼是不会和斩鬼剑士交流的。纣借着眨眼的动作隐晦地翻了个白眼，这个剑士感觉不是很聪明的样子，是我失礼了。在下名为炼狱彻司郎，是一名斩鬼剑士。炼狱彻司郎大声说着，很高兴认识你，你的名字是？纣忍不住捂了下耳朵，鼓起脸。这家伙的爽朗性格还真是让人难以讨厌，就是嗓门再小一点就好了。纪国纣我的名字，至于身份，纣抿了抿嘴，姑且算是一个换了异尸体的怪人吧。听到纣的自我介绍，炼狱彻司郎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原来如此，看来纣先生还没有放弃人类的身份啊，这让我对稍后的测试更有信心了，不然与元一先生为敌可是很痛苦的事情。真的吗？当然，元一先生可是很强的，要知道他可是教导了我们呼吸法的剑士，虽然我们还没能像他一样开启能进一步激发能力的斑纹，但哪怕只是有了呼吸法，斩鬼的行动都已经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会死吧？纣凝视着炼狱彻司郎，不是说开启斑纹的人活不过25岁吗？毕竟斑纹的本质是激发人类的潜力，但过度激发潜力对人类来说只有死路一条，那也无所谓了。至少我在我能发挥实力的年纪，可以借用斑纹的力量斩杀更多恶鬼，让更多人免于被鬼吞噬，这样就足够了。炼狱彻司郎哈哈大笑着，这么一想可真是迫不及待了。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开启斑纹，可就难以利用斑纹带来的力量了。哈哈哈，真是。炼狱先生也差不多压低一点声音吧。叶斗不耐烦地揉了揉耳朵，耳朵都快聋掉了。哈哈哈哈，抱歉，但是叶斗先生难道不期待吗？哈，那种东西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开启，但我已经27了，开启斑纹就会立刻死掉，所以等我遇见斩杀不了的恶鬼，再开启用来同归于尽吧。哈哈哈，不愧是叶斗先生，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坦然，甚至可以说是兴奋地面对死亡呢？纣又陷入了思考，人类原来也可以无私到这种地步吗？对了，我记得之前还听说元一先生有一位哥哥，同样是年轻又强大的剑士，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纣抿起嘴，站起身回了2楼的黑暗中。他错了，这个猫头鹰一点也不讨喜，他完全和他处不来啊！回去了。叶斗看向炼狱彻司郎，果然是炼狱先生太吵闹了吧？炼狱彻司郎也是一头雾水的挠挠头，声音罕见的小下来。我难道问了什么不该问的话吗？谁知道，我去周边转转，那我就留下来守着好了。这里都是阳光，他跑不掉的。你
还守着做什么？不，我要守着，毕竟我刚刚似乎问了失礼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他道歉。死脑筋！龙月听着外面的吵闹声，微微叹了口气，对着元一说道：“抱歉，我的伙伴有些吵闹了。不必在意，家里很久没有这么有生气了。非常感谢你愿意教我制作大斧，这没什么好感谢的，只是一道简单的点心而已。但我希望您知道，如果您的弟弟他叫纣，纪国纣，如果纣先生无法通过我们的测试，那么哪怕是与您为敌，我等也会拼死把他斩杀。我知道。”元一的眼神暗淡了一些，不过不需要你们动手。如果你们的测试合乎情理，而他又做不到通过的话，我自会亲手斩杀他。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插手，因为倒答应过他，如果真的要终结他，要给他一个温柔的死法。龙月能听出元一话语中的认真，略微沉默后开口：“您真的很了不起，我只是一个有私心的普通人而已。”元一神情悲伤，不值得你们尊敬。我记得您和严胜先生也是兄弟吧？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位强大的剑士呢？不再是了。龙月被元一更加悲伤的态度震动，一时间有些后悔自己挑起的新话题。我的哥哥已经死了，现在活在那身躯里的只是一只吃人的。什么？龙月的惊叫声惊动了刚走到屋子里的另外两人，他们两个几乎是立刻冲到了厨房。发生什么了？元一看着龙月那不可置信的样子，是纣告诉我的，他亲眼看着纪国一族被鬼覆灭，叶斗和炼狱不明所以，只安静地站在一边。那您，我会斩杀他的。元一手却不自觉地摸着怀中的凸起，那是他兄长送给他的短笛。他和纣不一样，他已经是吃人、害人、迷失自我的恶鬼了。元一先生，龙月神情悲悯，又重复了自己的话语，您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叶斗狐疑又好奇地看着两人，我能知道两位讨论了什么吗？元一平静地看向叶斗，在讨论我的兄长。说起您的兄长，那真的是一位强大的剑士啊！炼狱又带上笑容。不过我刚才与纣先生提起的时候，他似乎很生气，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的兄长也成为鬼了。元一看着后来的炼狱和叶斗，瞪大了眼睛，那么强大的剑士居然选择了成为鬼，这可真是让人痛心。炼狱拧起眉头，而且还做出了食人的事件，毫无疑问是该被斩杀的恶鬼。我同意。叶斗眼神凶狠起来，元一先生您不会，我不会阻拦，也没有理由阻拦。元一闭上眼睛，只希望各位在斩杀他后，可以为我保留他的遗物，至少请允许我祭奠他。叶斗还想说什么，被龙月伸手拦住，已经可以了。元一先生心里的痛苦并不比我们少。叶斗看着背过身去，分外沉默的元一，张了张嘴，没有再说什么。是啊，成为斩鬼剑士的他们谁没有痛苦的回忆？测试了，测试了，斩鬼剑士对鬼王测试了。元一端着草莓大斧，看着面前紧闭的房门，分外无奈的敲门。纣，草莓大斧已经好了，进来吧。这间屋子很空，除了布满一面墙的绘画用品以外，就只有房间中央的画架分外显眼。走近了看，画架上已经有了一幅作品，上面只用了黑与白的颜色，却描摹出了一幅灿烂的日出景色，真是了不得的作品。炼狱大声赞叹，虽然我不懂绘画，但是只用单调的颜色，就仿佛让人见到了日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的确是佳作。言行颇有兴趣的走近了一些，非常细腻的笔触，看上去有些像是2年前信农那边一位绘画大师的手法。谁啊？叶斗对这方面完全没有了解，最多也就是觉得画得很好看，好像是叫做业界先生。言行摸着下巴，不过倒从没听说他露脸，只有作品流传出来，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啊。对了，他写的牌句与和歌也很不错，非常优雅。元一捧着草莓大斧，好笑的看着纣渐渐在4人看不见的位置挺起胸膛，不来吃大斧吗？哥先放桌子上，我测试完再吃。纣立刻转了方向，你的眼光不错嘛，在下曾是一位私塾先生，这只是必要的了解而已。言行自谦一句，但很快疑惑起来，纣先生似乎很喜欢绘画。纣者，日之出入，与夜为界，没记错的话。龙月从画作上收回目光，看向纣，纪国一家曾经在信农吧？言行微微瞪大眼睛，等等，龙月先生，你是想说？没错，就是我。纣颇为骄傲的挺起胸，看样子我就算是真的死掉，也还会因为我优秀的画作被人记住吗？这下子也不用那么遗憾了，这可真是让人吃惊。炼狱看着纣，这么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被人记住。是啊，至少我还能被人记住，就是不知道今天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画画了。屋子里一时间安静下来，还是纣先打破沉默，看向4人，你们想怎么测试？快点吧，我之后还要吃草莓大斧呢。龙月清楚的看到元一悲伤的看着纣，但并没有任何阻止的行为，当下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声，我们想知道你在饥饿的情况下会不会伤害受伤的人类？饥饿倒是好说，我现在就很饿。纣的表情迷惑起来，但是你们去哪里找受伤的人类过来？我是吸血。叶斗默默抽出刀，对于鬼来说，吃掉我要比他们吃10几个人还要有用，我会用我的血液测试你，做好准备了吗？纣不由得回头看向身后的元一，元一的手已经搭在了刀把上，接收到纣的目光后，只是平静的开口，在你真的想要咬下去的时候，我会出手的。叶斗看同行的3位剑士都对他点头后，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的左手臂来了一抖，鲜血从伤口中顿时涌出，而站在对立角落的纣也闻到了那无比诱人的鲜血气味，几乎是一瞬间，他身上属于鬼王的气息暴露出来。好甜美，好饿，吃了它吧，吃了它吧，吃掉的话力量就会增加，也不用再忍受饿肚子的痛苦了。但不论内心的食欲如何翻涌，纣却只踏出了一步便不再动作，只是他身上属于鬼的气息却是愈发浓郁，僵持的时间是漫长的。就在大家都以为纣成功压制了身为鬼的欲望时候，纣再次动了，直接瞬移到叶斗的身前，而除了元一与纣同步出现在叶斗身边，其余的3人甚至在此时才反应过来叶斗被袭击了。但在他们想要动手的时候，元一横刀拦住了他们，但目光却一直落在纣的身上。我不会让他咬下去的，拜托了，再等一下，请再给他一点时间，拜托了。3位剑士闻言虽没有动手，却全都带着刀上前，全神贯注的戒备着。叶斗毫无疑问是此时压力最大的人。
他至今已经斩杀了40多只鬼了，但还是第一次有自己会成为食物的感觉。他在面对纣的袭击时，居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而且现在还被压制住了四肢，动弹不得。这一次没有僵持太久，叶豆感受到纣离他稍微远了一些，依旧死死咬着牙关，只是红色眸子却死死盯着他的伤口，呼吸也愈发的粗重。元一无意识的紧握刀柄，漆黑的刀身染上了绚丽的红色，但他没有注意这些，只是凝视着纣的动作。拜托了，纣，不要输！在叶豆快要因为失血过多晕过去的时候，纣终于有了动作，他目光依旧停留在叶斗左手臂的伤口上，声音听上去干涩又嘶哑：“你去包扎吧，我需要冷静一下。”说完，坐在了画架前面，开始画画。龙月压低了声音：“元一先生，再等等。”元一没有收回刀，但刀身上的火红色彩已经褪去。纣还没能压制住食欲，他只是强迫自己转移了注意力。几人没再交流，皆是沉默着看着纣在画板前描绘画面。漆黑的夜色中，一个人站在远处，脚下正流出暗红色的液体，液体变作了涌动的红色河流，而人影身后则是出现了一个纯白色、身形一般无二却没有面庞的飘忽影像。整幅画都透露着一种诡异的错乱，偏偏又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和谐。但画到这里，纣身上的鬼王气息渐渐消退，只是整幅画面带来的不祥之感愈发浓重。元一先生，龙月警惕的移动步伐挡在虚弱的叶斗前面。纣先生还是没有平静下来吗？是的，元一神色看上去有些悲伤，他现在体内的鬼气依旧在翻涌。请几位不要放下戒备，几人一直等到天黑，可以拜托哥哥帮我打扫一下房间吗？元一终于收起了刀，神色间满是担忧。我没事了，我只是没想到人类的血液对我的影响会这么大。叶斗先生，叶斗的脸色有些苍白，也没有放下警惕。什么？可以拜托你多留几天吗？纣的神色平静，我希望在你恢复之后再进行一次测试，而这几天我不会有任何进食行为。纣的话语落下后，叶斗有些惊讶，但在和同伴们交换目光后，还是点头同意。没问题，我能询问原因吗？我只是不喜欢失控的感觉。纣面对着画作低下头去，将脸庞埋在了黑暗中，而且可能是因为哥哥在身边，让我有所依赖的缘故吧。抱歉，请出去让我自己静一静吧，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大家都出去吧。元一带着众人离开，还真是恐怖啊！元一先生的弟弟，那种压迫感我之前可从来都没遇见过。纣不是普通的鬼。元一的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但只要他还没有迷失自我，无论他是人还是鬼，他都会是我的弟弟。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主公的。龙月叹了口气，抱歉，我做不到为您隐瞒。你们愿意给纣一个机会，我已经很感激了。要写信的龙月和失血过多的叶斗留在了一垒，炼狱和言行也没有过多停留，在缓过精神后，就和元一等人告别，去往别的地方寻找恶鬼。第5日，龙月收到了鬼杀队的来信，但并不是对元一行为的评价，而是鬼杀队总部被鬼袭击的消息。大批的鬼闯入了鬼杀队的总部，杀害了大量的剑士，还杀害了现任的主公大人。虽然剩下的剑士们带着主公大人的妻子和小主公逃了出去，但鬼杀队短时间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龙月一直看到了信件的最后，眼中的不可置信几乎要溢出来。叶斗在看完信件之后，直接冲上了2楼，找到了元一，面目凶狠地把信件摔在他怀中。好好看看吧。元一从未加入鬼杀队，自然没有收到信件。他沉默地打开信件，眉头越皱越紧，直到他看到最后，鬼的带领者已确认为原斩鬼剑士纪国炎胜，此人实力高强，如有遭遇，非甲级剑士立即撤退。元一在看到这句话之后，只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凝结。什么？是真的吗？但是为什么？哥哥，纣不安地看向元一，发生什么了吗？后面跟过来的龙月把手中的信纸递给了纣，声音罕见的冰冷，你还是自己看吧。纣接过信纸仔细查阅，眼神暗淡了下来，看样子他已经接受了他作为鬼的身份，所以说鬼根本就不可信。说到底你们是兄弟吧？你也和他是一样的货色吧？叶斗死死盯着纣，你不是要再次测试吗？好啊，那就来吧。叶斗话音未落便割开了自己的手，鲜红色的血液便涌了出来，但这一次纣没反应，虽然还是很想吃，但是抱歉，我已经成功克制住自己了，或者说我已经成功封印自己的食欲了。封印。龙月确认纣是真的克制住自己之后，就快步走到叶斗身边帮他包扎伤口，身上带着的敌意也略微降低。可以详说吗？那是因为那幅画，当时如果不是被哥哥那火红色的刀唤醒神智，我其实就要咬下去了。之后离开的动作耗费了我全部的意志力，也就是说你当时并没有控制住自己。叶斗神色依旧不善，你当时是真的想杀了我？是的，当时我的确想吃掉你。纣没有隐瞒，但是在那时我画了一张画，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是我成功把我的杀意画入了画里，而我本人在保留那份记忆的同时，却失去了那种强烈随进食欲望产生的杀意。也就是说，你现在依旧有饥饿感，但不会再因为饥饿被鬼的本能支配，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进食的欲望，是这样吗？元一也神色平静地来到近前，似乎完全没被方才的事情影响。做得好，纣。这么说并不完全，画卷的留存是有时限的，当画卷损毁的时候，我就会重新拥有那种欲望，情感会随着画卷的损毁一点点被释放，重新回到我的身体里。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这应该也是血鬼术的一种应用，但时间太短，我也没太研究明白。或许等我清楚了它的应用之后，我能让它脱离食物，真正的将自己食人与杀戮的欲望封印起来。叶斗神色不爽地撇开头，可惜了，也不知道他是在可惜纣没能完全控制欲望，还是在可惜没能将纣斩杀。我姑且认可你吧。龙月神色悲戚，毕竟纣先生真的是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底线，如果只因为我的偏见就被全然否定，也太可怜了。元一先生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是还要居住在这里，还是我要去寻找鬼王？元一不自觉地摸上怀中的短笛，然后斩杀他，终结这悲剧的轮回。我想上天既然给了我强大的力量，就是想要我去这么做吧。那么请您尽量避开其他的斩鬼人吧，哪怕是我知道这不该是您的错，但只要想起我现在也对您十分愤怒。龙月的眼眶泛着红，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声音中带着满满的恨意。主公是那么温柔包容的人，他不该死在这种荒谬的背叛下。身为鬼杀剑士成为鬼已经很荒谬了，居然还带着鬼袭击总部，简直无法原谅。这种人不，那只鬼就该头颅落地的去死。
叶斗也明白自己刚才是在迁怒，他非常干脆地对着元一道歉：“抱歉，元一先生，还有周先生也是，我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但我必须要说，如果被我遇见那只鬼，我绝对要让他痛苦地死去。那种家伙根本不配活下来。不，没关系，毕竟他选择成为鬼，或许与我有关。”元一的眼神暗淡下来，对着两人鞠躬。虽然这样有些厚颜无耻，但如果可以，也请在收到相应情报的时候告知我吧。叶斗也凄了一声，没有应声。龙月用几个深呼吸平静了自己的情绪，也避过了这个话题。元一先生之后如果要去斩鬼的话，应该要带上周先生吧？是的，我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我会好好的看着他。元一看着周微笑道：“能做到这一步，你很努力了啊，周。比起哥哥承受的压力，我这不算什么。而且如果没有哥哥的帮助，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是食人的恶鬼了。那你们之后要怎么办？”龙月看着周：“你没办法见阳光吧？”“应该是的，如果只在夜间赶路的话，我和哥哥就太显眼了。但要是让哥哥带着盒子……”周苦笑起来：“带着棺材的剑士就更显眼了。鬼是可以改变身形的吧？”叶斗双手叉腰：“你变小点，跟着你哥不就行了？”变小。周缓缓皱起眉：“我试试看。”周集中精力想着让自己变小，很快身形随着意念不断变小。记得你刚来纪国家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么大。元一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如果只是这么大的箱子的话，就可以随身携带了。元一先生，这里的事情已经安定下来了，那我也要重新踏上旅途了，要尽可能的斩杀恶鬼，打听出那家伙的下落。”龙月说着说着就看向叶斗：“叶斗先生就养好伤再走吧，不然实在是让人担忧。啰嗦我根本就没事。”叶斗别开头，我只是答应了要帮元一先生打造木箱才留下的。是。龙月叹了口气：“那么我告辞了。”看着龙月离去的背影，叶斗的神色渐渐阴沉下来，真是让人反胃啊！每次想到在这么灿烂的朝阳，居然还有鬼这么恶心的生物，我就恨不得冲进去把他们全都拉出来晒太阳。抱歉啊！叶斗看向元一，表情有些尴尬：“元一先生不需要道歉，我厌恶的是鬼，而不是您这种会为了保护人类而战的剑士。当然我说的该死的鬼，也不是周先生这种能克制自己欲望的啊。总之，为了做箱子，咱们先去砍树吧。”